從來沒有見過這麼牛逼的男人。為了給爺爺打造一棟理想中的木屋，用2年半時間收集600顆雲杉，全程自己動手，不用任何電动工具，在森林深處建出数千萬人心中的夢中情屋。18歲的小強剛剛高中畢業，過早看破紅塵的他毅然來到原始森林，開始收集搭建木屋的原木。在爺爺的影響下，小強決定不使用任何電動工具，別人用油锯2分鐘能解決的事情，他卻要花上半個小時。但小強也不急着將這些樹運回去，而是給他們去除左膀右臂後，再用刮刀扒去樹皮。這個過程讓他感到十分治癒。然而要把重達500斤以上的原木帶回去，靠人力是絕对不可能的。好在爺爺送了他一輛小玩具，只需要在原木上套好鐵锁链，就能把心爱的木材带回家。接下来的1年，小強都在忙着收集木材以及給樹木去皮的工作，看着褐色的樹皮一點點脫落，露出雲杉隱秘的原木色。給一棵直徑40厘米的雲杉刮一次皮，就需要花去他14分鐘。同齡人還躺在床上等外賣時，他卻沉浸在深山老林裡無法自拔，不管刮風下雪都沒有停下。終於在他收集完足夠的木材後，木屋的搭建正式開啟了。這片被樹木環繞的地方十分靜謐，就是小強千挑萬選的地址。嚴謹的他用尺子精準地測算着距離，而後敲入木棍敲定範圍。看來這個面積起碼200平起步。接着就根據記號在地上刨出基坑。別看阿杰年紀小，做起事來卻十分穩重。基坑與基坑之間要用紅繩鎖定，才能確保後期地基保持同一水平線。由於缺少預算，地基就選擇用大自然贈送的石頭。只見他在基坑內填入攪拌後的砂漿，放入一根木材充當立柱。為了確保立柱的穩定性，需要在周圍用石頭固定，等水泥乾燥後，方可用鋸子調整到合適的高度。接下來還得給立柱安裝上特制的圍牆，澆灌上水泥砂漿，讓它成為堅不可摧的地基，就如同他記憶中的爺爺一樣。隨後小強根據立柱的高度，沿着直線開始擺放石頭。這些石頭千奇百怪，偶爾還需要鋼筋的整形，才能正式上崗。這一步又花去了30天的時間，沉寂許久的木材終於正式登上舞台。可由於小強堅持不使用電動工具，主要也可能是因為買不起，所以他想要将一根木材一分為2，就只能先用墨线做好记號，接着利用棒槌的力量，讓斧子進入木材的天灵蓋，劈開一點縫隙後，將裂縫進一步擴大。與此同時，用栓子給樹哥來場針灸，才能逐漸打開樹哥的心房，直到他心甘情願地撕裂自己。斧子斬斷了千絲萬縷的聯繫後，還得給他們做個造型。接着小強將木材帶往基地，用平整的一面朝向地基。隔天小強一大早就請來一位木兄，在甲子的幫助下，讓木兄成功登上舞台，而後在木兄交接的地方做好標記。斧子則根據記號在木兄身上鑿出對應的弧度。沒想到小強年紀輕輕就能達到人斧合一的境界，不過在2者連接之前，先要給他鋪上厚厚的苔蘚，這是大自然賜予的天然保溫棉。為了讓木材之間能更加緊密，還得拿出劃線器量出精準的圖形，再用這種镐頭不斷挖掘，直到在木材上挖出一條對應的溝渠。同樣鋪上一層苔蘚後，2層木材就能建立真正的親密關係。從小強更換衣服的頻率來看，他大概每天只能搭建1根木材。終於在第2層都搭好後，還需要用這種手動鑽頭，一次性將2根木材同時打通。挑選一位腰圍30厘米的樹樁，將它反复分裂後，做出直径4厘米的木栓，用它將2位樹哥連接起來，以結秦晉之好。往後的日子，小強終日與木頭為伍，但是給1根木材挖槽這個步驟，往往就需要耗費1整天的時間。眼看着牆壁有了半人高，森林的凛冬卻悄然而至，大雪堆積容易腐蝕木材，他只好回爺爺的農場借了一大堆方木，將它們切割成斜角，固定在牆壁上。做出一個雙坡式屋頂後，用防雨布將基地全方位保護起來，只等春暖花開後繼續完成夢想。只見小強一把掀掉了牆上的防雨布，重新啟動建房計劃。嚴謹的他用尺子量出精準的角度，在木材上鑿出對應的凹槽。由於沒有電動工具，這個步驟往往需要2天時間，才能確保木材之間沒有任何縫隙。爺爺為了支持孫子，特意送來1整車的木板。嚴謹的小強還用尺子進行測量，生怕爺爺給他送錯了。而後他又量好地板龍骨的尺寸，將方木固定在龍骨上，做成臨時的台面。確定能承受自己的體重後，小強才將地板放了上去。以後幹活的時候，再也不需要擔心自己站不穩了。原來在別人都關心小強飛得高不高時，只有爺爺在擔心他的安全。為了確定牆壁的堅固，每搭建1層木頭，就需要用鑽頭將2層木材打通，再敲入小強自製的木栓。很快牆面越來越高，憑一己之力很難將木頭搬上去。好在小強的腦袋瓜比較靈活，他在牆壁外側固定了2根原木充當軌道，接着將樹樁一分為2，處理成平滑的階梯，只需要在原木上鑿出对應的凹槽，將階梯卡上去進行固定。而後小強挑選了一位幸運樹兄，通過繩索的拉動，將原木一點點拉上去。
半年過去了，牆體即將完工，就算是倾盆大雨，小強也從來沒有停下來過。他年輕力壯，抵抗力好，但是我覺得斧子不一定會這樣想。今天小強忍不住展示了少年本性，也裝了一把小杯。閒暇時間，他也會和黃老板在水中嬉戲。現在的房屋高度足夠他和爺爺生活。由於沒有油具，小強必須在搭建屋頂前就把窗戶手動鋸出來。少年老成的他不僅用上了銬尺，還不斷用水平儀測量。接下來只需要沿着銬尺往下鋸。比照着窗戶的尺寸，在木材上凿出對應的凹槽，哪怕只用手動工具，小強也能將切面處理得十分平整。別看他今年只有18歲，木工經驗卻有15年。窗框不平整的地方，直接用斧子就能搞定。為了方便在後期固定窗戶，還需要在邊緣提前鑽出卡槽。入戶門也是一樣的操作，儘管鋸子用起來十分費手，但小強始終拒絕電動工具。由於爺爺喜歡南北通透的房子，小強還專門開了一道後門。現在入戶門和窗戶都預留好了，就可以繼續向上搭建牆壁。這回就必須利用玩具車的力量，才能幫小強把木材運上去。而後小強在地上做好屋頂的框架，將它固定在延伸的支架上。木材之間的連接還是採用榫卯結構。都說現在的年輕人沉不下心來，小強卻絕對是個例外。他默默享受着搭建的快樂，不管遇到什麼困難都沒有想過放棄。在爺爺拖車的幫助下，屋頂的框架也已經完成。根據小強老家的傳統，房梁上還得放入幾枚硬幣祈求好運。當然，科學的說法是，硬幣中铜可以抑制苔藓和其他草類生長，以免它們破壞你的房子。2年的建設讓小強明顯成熟不少。最開始反對他的父親也首次來到基地幫忙，他表示自己十分強壯。2人合力固定好屋脊的時候，母親和妹妹也在趕來的路上。屋脊的底部需要用栓子調整水平度，而後一家4口久違地坐在一起。還沒坐夠1分鐘，小強就迫不及待去看父親送來的木板，用它們鋪設屋頂是個十分不錯的選擇。只見小強在木板底部綁上鉛筆，利用它的走向標記好位置，接着根据記號凿出凹槽，就能將木板完全卡住。要想把屋頂全部覆蓋並保證遮雨效果，就需要像瓦片一樣堆疊擺放。為了早點將木屋送給爺爺，小強連日來挑燈夜戰。做好第1層屋頂後，還需要用防雨布保護起來。從室內看起來已經十分整齊美觀了。隔天再把屋檐處的木板釘起來。到這一步已經是第2年冬天了。由於小強決定提前入住，他麻溜地整理好室內的木材，清理了地上堆積的木屑。這是他頭一次睡在新房子裡，竟然還失眠了。主要是沒有窗戶太冷了。晴天時，他掀開防雨布，拿來一塊木板做好標記，就來到爺爺的倉庫裡加工。依舊只有一些手動工具，但他卻能將木板處理得十分完美。不放心的父親時不時就會上山來，小強也不客氣，安排他將屋頂底層全部打掃乾淨。2人合力鋪上一層防水膜。只有在父親面前的小強才像個18歲的少年，乖乖做好小助手的角色。之前做好的木板也派上了用场，它們剛好可以卡在屋脊和屋檐木上。為了固定木材，還需要在底下敲入木栓。一場冬雪悄然而至，下雪天幹活似乎並不合適，所以父親是不會來遭這個罪的。只有小強拿出不太麻利的鋸子，對凸出來的木材進行修剪。不知道他有沒有後悔放棄繼承父親的油鋸。暴雪連下了3天3夜，小強也沒有停下來過。也許是因為他是荒野建造中最年輕的人，所以他非常喜歡在晚上工作，又或者是因为只有孤獨的人才喜歡熬夜。好在小強的帳篷就在附近，通勤只需要1分半。隔天小強起來看着白茫茫的森林，突然有了一個瘋狂的念頭，於是他在河邊寬衣解帶，仗着自己年輕力壯，就在河裡冬游起來。一陣熱身過後，他手提斧頭走進森林，重新回到自己的主戰場，終於將凸出來的木材解決了。偶爾他也會去滑個雪，天然的滑雪場，既不用買票又沒有其他人，一人一狗縱享蒼茫天地。晚上再和狗子在雪地裡打個滾，好像提前50年過上退休生活。這樣的大雪天往往無法工作，但小強還是每天都會去木屋看一眼。雪停以後，他取來一卷鋼絲網，將它固定在屋檐處，可以起到防滑的作用。隨後小強將木板裁切成合適長度，同樣固定在屋檐處，形成一道可以攔截的擋板。是時候取出爺爺送的隔熱棉了。老爺子對孫子是一點都不含糊。只見小強將保溫棉卡在框架內，任何有縫隙的地方都必須用隔熱棉填充起來。如果你以為這樣就完了，那就大錯特錯了。屋頂的鋪設遠遠沒有這麼簡單，隔熱、防水、防潮，每一樣都做到極致，才能真正為這棟房子遮風避雨。只見他取出之前父親送的木板，從屋檐處開始往上固定，直接將它們釘在龍骨上。凸出來的地方不用管它，後期交給鋸子哥全權把握。屋頂還需要做最後一道防水，爺爺生怕孫子把握不了這麼複雜的技術，便親自上場口頭教導。期間還需要付出一點體力，就是幫小強遞幾塊龍骨，將這些龍骨釘成網格狀，每一個網格都嚴格匹配瓦片的大小。
只見小強將鋸齒重新打磨後，便開始處理凸出來的房梁。直徑40厘米的雲杉，在經歷半小時的拉鋸後，終於讓房梁和屋頂保持同一水平。繼續如法炮製處理其餘橫木。隔天，小強收集了一些乾燥的樹枝，點燃篝火後，將木板直接扔了上去。這一步是將木板進行碳化，增加防腐防潮的耐性。在使用之前，還需要用鋼刷給它進行乾洗。雖然小強年紀小，但他從小跟着爺爺在農場生活，早就將爺爺講過的知識點記在心上，處理木材起來也得心應手。隨後他測量好屋檐的長度，將處理過的2塊木板放上去，在中間交叉的地方用鋸子來回拉鋸，就能保證木板之間严絲合縫。接着在第1層木板上固定木塊，用來承受第2層木板的重量。此時天空突然下起了雨，小強還年輕，還不懂風濕的痛苦，所以下雨也沒有阻止他工作。雨停後，屋檐擋板也制作成功了，就是這張小臉已經看不清五官了。他一頭鑽進湖裡，洗衣服和洗臉同時進行。在夏天到來時，整個森林鬱鬱蔥蔥。小強走向一棵倒霉的桦树，掏出小刀開始比劃。就這樣剥下一張彰化樹皮，他一向是個不貪心的人，每棵樹上只取1張皮。隨後小強將所有的桦樹皮集中起來，砍了一根柔軟的小樹枝，将樹皮捆在一起。這手法一看就是奶奶教的。只見他扛起樹皮，慢悠悠地回到木屋基地，将樹皮攤開，用石頭加以壓制定型，接着將樹皮卡在屋頂邊緣，這樣可以最大程度地防止邊緣漏雨。每一張樹皮都需要用瓦片固定邊緣，隨後將瓦片向外鋪設。雖然這些瓦片都是爺爺淘汰的，但用起來卻毫不遜色。每次不夠用了，都得去爺爺家搬個幾百塊，就這樣一直鋪不要停。終於將整個屋頂全部鋪好。小強爺爺曾說蓋房沒地窖，十分不可靠，所以接下來的日子，小強都忙於挖坑。雖然他年輕力壯，身體好，但碰上重達上百斤的石頭，必須先用鑿子將它好好教訓一頓。挖出小坑後，再組裝好這種劈石器，只需要對它不斷的敲打，就算是再頑固的石頭，也會被它的魅力所打動，從而裂開一道大縫，將自己一分為二。長達半個月的時間裡，小強每天都與這些石頭為伍。他時常會想起自己那頑固的老父親，和這些石頭相比，一瞬間變得通情達理起來。挖好地窖的坑後，小強開始往裡面倒入水泥砂漿，等地面乾燥後，開始用磚頭搭建牆體。真是年紀不大，技能不少，隨便去個工地都是3菜1湯起步走。為了防止泥土滑坡，在牆體外還需要圍上一圈塑料板，才能將挖出來的泥重新填埋到縫隙內。接下來還得給地窖安排一個翻蓋門。首先準備好木材打造的模具，接着往裡面放入鋼筋，將它們捆綁成格子狀，往模具裡倒入水泥砂漿後，放入鋼筋網，可以讓水泥更加堅固。同時趁水泥未乾再固定好螺母，2天後即可拆除模具。等待的時間裡，小強開始吃點水果補充體力。有小伙伴知道這是什麼果子嗎？隨着夏天的到來，茂盛的頭髮也成了他的累贅。好在小強有過2年拖泥的經驗，拿着推子就給自己理了個新髮型，現在整個人看起來乾淨不少。之前做的地窖蓋已經完全乾燥，是時候将它們歸位了。為了保證密封性，就連縫隙處都要抹上水泥，講究的嘞。接着再將門口的碎石清理出來。夏季的森林總會長出許多美妙的食物，野生的小土豆，撿不完的小蘑菇。為了保存這些食物，他就得加快地窖的建設。地窖的入口就設置在室內，在鋪地板之前，還需要用荷葉給它安排好翻蓋門。接着往木屑裡加入石灰，將它塗抹在牆體和地面的縫隙內，可以防止杰瑞和其他小動物的意外到訪。這裡就是小強爺爺的農場，旁邊的倉庫裡有着用之不竭的木屑。只見小強將這些木屑通通倒在地上，填充了整個地下空間。這樣不僅能夠減少噪音，還能增加地板使用壽命。由於牆體都是原木搭建而成，所以必須用上這種劃線器，再根據記號對地板進行塑形。這個過程十分考驗木工手藝。好在小強今年18歲，木工經驗20年，做出來的木板和牆體才能嚴絲合縫。接着再用釘子加以固定，就算是足球隊來了，都能保證木板不會有任何异动。不過鋪地板這個活看起來簡單，實際上非常看手藝，期間還需要熟練地運用各種工具，任何一點細節都不能放過。就這樣鋪好了最後一根木板，小強自信地在上面蹦起了迪。為了確保大廳的美觀和諧，也需要給地窖頂部安排上一樣的地板。唯一不同的是，需要根據它的尺寸，用木材将這部分木板連接起來，再和底下的荷葉門進行組合，鋁合金進行封邊，只需要拉起把手，就能進到神秘的地下世界。等小強做完這一切，森林裡又下起第一場冬雪，就連狗子都穿上了厚衣服。只見小強收集了一些木材，用鑽頭在支架上打洞，先後敲入5根木棍，在木棍和支架連接的部分插入木栓進行固定。這就是最原始的膨脹螺絲。乍一看，我以為他是做了把梯子，
實際上，這就是一把地窖專用的梯子。看着空空如也的地窖，小強總覺得缺了什麼，於是他挑選了一位幸運雲杉木，將它用8釘固定在底座，根據爺爺教的劃線法，將它分成3等分，便開始瘋狂地凿了起來。在经歷了漫長的制作過程後，他終於得到了2塊平平無奇的木板。但凡當初繼承父親的遊具，事情都不至於這麼複雜。接着他又利用自己制作的木栓，將2根木板連接起來。看來這小子沒少偷看魯班的書。後面的半個月，他都忙於制作木板和各種帶着榫頭的木棒，以及給這些木材進行碳化。你別說，還真別說，被火燎過的木板看起來更有質感。隨後，他将榫頭插入木板提前打好的孔內，做成一張小桌子，将它們一层疊着一層。這就是為地窖專屬打造的置物架。為了測試地窖對食物的保存性，小強特意從爺爺那裡進了一批貨，2筐土豆，再加1筐洋蔥，再來點醃蘿蔔和小果醬。雖然爺爺看起來不太情願，但小強覺得一定是自己看錯了。今天小強一大早就開始收集木材，接着將它拖回木屋門口，簡單敷衍了一下狗子後，掄起斧子便開始揮舞起來。隨後他在門檻處鑿出凹槽，將處理過的木材卡了進去。此刻屋檐下掛滿了冰柱，但小強似乎感受不到寒冷。他在不同的木材上鑿出毛眼和榫頭，接着将2者結合起来。看來這小子一定偷偷和魯班學過藝。只見他扛着上百斤的門框，將它卡進入戶門的位置。隨後他準備好用來制作大門的木板，将它放到火裡進行烘烤，只需要犧牲一個掃把，就能擁有帶有复古色彩的木板。接着将這些木板用釘子連接起來，再給它安排一個推拉的木質貓眼，真是紋身師閉眼，秀了我一臉。大門一共由3層木板打造，中間那層還需要填充保溫棉。只見小強憑一己相肩扛起木門，将它穩穩當當地放置在門框內，接着取出這種加長版荷葉，先將一頭固定在門框上。由於普通的釘子很難承受上百斤的重量，小強便來到爺爺的工作坊，瞬間從木工牆变成鐵匠牆，將平平無奇的鐵塊捶打成自帶蘑菇頭的巨型鐵釘。正所謂技多不壓身，功到自然成。小強早已不是2年前懵懂的少年，只見他將自制鐵釘狠狠地敲進木門內，每一錘都蘊含了81下的功力，以至於鐵釘穿門而入。那就讓他從直到彎，再回到木門內，確保大門可以流暢地打開後，小強取出撿來的樹幹，將它碳化後固定在門上，成為純天然的花式把手。將近年關在野外，也要時刻注意安全，所以小強給門安上這把祖傳的好鎖，就連鑰匙都十分別致。現在只要關上門，就能真正隔絕外面的世界。都說一杯話術值千金也難買，小強卻能隨時隨地的收取。等待汁水的時間，小強還給自己煎了2大塊牛排。年輕人是要多補充蛋白質。隨着大雪冰封了整個森林，小強也開始為冰上釣魚做準備。他要為自己的行李準備一個滑雪車。經過高溫按壓的木板擁有了弧度，而後小強將各部門組合起來。現在就算是放100斤的帳篷也不在話下。隔天小強就迫不及待地收拾好裝備，帶着狗子來到10公里外的冰湖。只見他掏出打孔工具，在厚厚的冰層上挖出直徑20厘米的洞来。經歷了5個小時的等待後，眼看着他年輕的小臉變成了大叔，他終於釣上了第1條湖魚。箱子裡的魚越來越多，這些都是他送給爺爺的禮物。晚上，小強將狗子抱進睡袋裡，相安無事地度過了特殊的一夜。時間轉眼來到春天，小強依舊用原來的辦法制作木板。為了確保木板的平整度，需要用到刨子等各種專業工具。這次他採用的是燕尾榫，將窗框用榫卯方式連接後，還需要將窗戶位置的木材重新修理，確保底部的平整後，便可將窗框安裝進去。在木框和牆體的縫隙內，需要填充上大自然饋贈的苔蘚。用來固定的釘子，依舊是强鐵匠精心制作，經過捶打、淬火等多種工序，才能迎來正式的工作。朝生夕落，雲捲雲舒，麋鹿也見證了小強日復一日的忙碌。在給窗戶們都安上荷葉後，這棟房子才算正式竣工。接下來，讓我們欣賞一下小強的成品吧。相信爺爺一定會對這棟房子十分滿意。